大家好，我是老刘。前面有期视频谈到自由必须得到法治的保护，而英美的法律体系有着最能保护自由的传统。这一期视频就来谈一谈英美法系为何能够保障自由。为什么说英美法系是现代社会秩序和繁荣的根基，也是英美长久以来得以称霸全球的根本原因。英美法系源自英国和美国这两个海洋国家，所以也叫海洋法系。它和源自欧洲大陆的大陆法系有很多的不同。在这里，我想着重从自然法的理念和普通法的传统这两个方面来谈一谈英美法系的基本特点。首先谈一谈什么是自然法的理念。自然法的理念源自古希腊，发展于古罗马，最后在英美法系中得以发扬光大。自然法和大陆法系中广泛使用的成文法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自然法是自然形成的，而成文法是由人来制定的。或者说，自然法是一种可以保障自发秩序的客观规律，一般是由人们在漫长的历史经验中逐渐发现的。自然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人类的智慧可以无限接近它，但是无法完全代表它、垄断它。而成文法则是由人类的理性来构建的，一般是由国王、议会等各种权威人士发明出来的。自然法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道类似，是自然正义的体现，而在英美的基督教传统中，自然法则被认为是上帝的意志，是神的律法。这就和传统上由国王来制定的王法有了本质的不同。自然法的理念之所以能够在英国发扬光大，是在英国的岛国环境中，国王和贵族长期互相博弈的结果。由于英国国王不像很多欧陆国家那样拥有强大的陆军，没能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所以在博弈中只能和贵族们互相妥协。妥协的结果就是在英国形成了深厚的王在法下的传统，也就是说，国王也必须遵守法律，遵守神的律法，也就是自然法。自然法的理念认为，在统治者和主权人民之上，在全体人类之上还有更高的法律。到了启蒙时代，英国的启蒙学者托马斯·霍布斯总结出19条自然法的原则，简而言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苏格兰的启蒙学者大卫·休谟则精炼了3条自然法的原则，那就是私有产权不可侵犯的原则、自愿交易和自由签约的原则，以及履行承诺的原则。英国的启蒙学者约翰·洛克更是将自然法的理念融入了他的三权分立的政治理论中。后来，美国的独立宣言中描述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时，其中自然法的理念也表露无遗。可以说，英国人确立起的国王或政府也必须服从法律的观念，在人类社会首次有力地确保了私有财产和自由交易合同的安全，由此才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人类历史上是在英国第一次形成了总体上是奖励生产交易，而不是奖励暴力掠夺的制度观念。这一制度观念通过英国的殖民扩张，传遍英语系国家，一路漂洋过海，在美国落地生根，结晶为美国宪法。根据自然法的理念，法律的实质是具体化的天道，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一部非正义的法律根本算不上是法律，也就是恶法、非法。美国独立宣言的撰写人杰弗逊就说，对于不正义的法律，人们不仅有权利不去遵守它，还有义务去推翻它。那么法律应该如何制定，如何体现正义？自然法的理念在英美法系的实践中是如何贯彻的？这就要从英国的普通法的传统说起。可以说，英国的普通法就是一个漫长的发现自然法、发现神法的过程。在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人们认为预先设定成文法几乎可以算是一种僭越，也是会导致走向专制政体的阶梯。英国普通法的来源是英国各地基于本地公序良俗的习惯法。所谓的普通法，就是在各地的习惯法的基础上，逐渐提炼形成的一套可以共同适用于整个英国的法律规则。英国普通法的英文原文是 English Common Law， 所以普通法里的普通这个词在这里意指 common， 有共同的含义，而不是 ordinary 所代表的那种普通的意思。英国的普通法区别于大陆成文法体系的第一个特点是，它是一种叛逆法，而不是像大陆法系那样是基于一时一地的法典。英国的普通法是从12世纪以来英国各地的法官在各自的司法实践的长期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从各种先前的叛逆中不断提炼出来的一套大家共同认可的法律规则。可以说，
它是历代的各地的法官在他们各自的判例中所体现的智慧的共同结晶。所以说，普通法的规则往往体现的不是现任法官一个人个人的智慧，而是历代法官的群体的智慧。显然，在普通法的规则中，法官的作用非常重要。所以，普通法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是一种法官法，它是法官在判案过程中形成的规则，是法官为了合理解决当下的纠纷所做判决的一个副产品。在成文法体系中，法官往往只是成文法律的执行者，不参与立法；而在普通法体系中，法官以判例的形式参与了立法。普通法法官在做判决时，往往要包括大段的论证，包括引用此前的判例，就像写一篇论文一样，用于论证本次判决的合理性、合法性。而本次判决也由此就形成了新的判例规则，给后人做借鉴。所以，普通法的权威基础主要在于法官的专业性，对法官的专业性要求非常高。相比来说，成文法的权威基础则主要存在于议会立法过程中的民主性。然而，普通法不仅具有专业性，它也有它自己的体现民主性的规则，比如陪审团制度。普通法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陪审团制度。在陪审团制度下，普通法法庭审理时的事实判断、有罪无罪的判定，主要是依赖于陪审团的裁决，而法官只对法律问题作出裁决。陪审团往往是由本地与控辩双方地位相近的有名望的士绅或者普通的公民来组成，他们往往会根据本地的公序良俗，对案件的是非曲直作出判断，向法官提供判案所需的信息咨询。而法官则主要负责确定案件适用的法律和最后的量刑。可以说，英国的普通法的实质正义主要是通过陪审团等形式，基于地方性的公序良俗来实现的。而普通法的规则本身重在承诺程序正义，而不是承诺实质正义。只有这样，它才能够把各种不同风俗的地方整合在统一的规则体系之下。这一点和成文法相当不同。成文法是一种规范人们行为的规范之法，成文法往往要根据立法时所依凭的理性原则来承诺实质正义，才能够取得自身的合法性。这就可以引出普通法的第四个特点。普通法的第四个特点就是它是一种救济之法，而不是成文法那样的规范之法。普通法不是事先以法律条文来规定人们的行为规范，而往往是在纠纷发生以后，通过判罚施害方来对受害方实施救济，是在每个具体的案件中将抽象的道德原则具体化后才形成的一种事后规则。它主要不是依据现有的法律条文，而是由每个案件的具体事实出发，根据常识、根据公序良俗或者天理良心来做出善恶的判决，并形成新的规则。在成文法治理下，人们的行为受到法律的严格规范，很多时候人们自己的行为并不是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所以人们也往往容易有只要我服从了现有的法律规范，就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心理。这也为人们钻法律空子、没有责任心提供了借口。然而，在普通法治理下的人民有较少的成文法规范的约束，所以有更多的自由度，可以发挥更多的自由意志。但同时，在心理上，每个人都必须更有责任心，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要为自己的行为可能对别人、对社会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否则就可能会受到普通法事后规则的惩处。一个人不能够以我没有违法为由去作恶，因为普通法的规则实质上是要求人从根本上应该遵循的是自己的良知。长此以往，在普通法治理下的英美的世界就培养出了更多的有责任心的公民。当然，普通法只是英美法系其中的一派法律渊源。就英国来说，它不仅有基于地方的普通法，还有王权主导的衡平法，也有议会主导的制定法。所以，英美法系的渊源不是出于一本，而是一个并列式的法出多门、并列而行的庞杂的体系。公民如果认为普通法法院对一个案件的判决不公，就有权转向更注重自然法正义原则的衡平法法院上诉。这为公民通过法律寻求正义提供了更多更灵活的渠道。综上所述，英美法系秉持自然法的理念，又有普通法的传统，所以造成和大陆法国家相当不同的社会形态。英美法系限制国家的权利，大陆法系则加强国家的权利。英美法系的国家都是小政府、
大社会，而大陆法系的国家多是大政府、小社会。英美法系对私权的保护往往要大大优于大陆法系。在个人的财产和创造力得到更多的保护时，人们就会有更多的意愿去创造、去投资冒险。所以，英美法系治理下的经济往往更具活力，创新能力也更强。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市场大都在采用英美法系的地区，比如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等。和成文法相比，普通法的规则具有极强的开放性、连续性和适应性。普通法最擅长在不同的风俗习惯之上寻找普遍性的共通规律。在英国殖民扩张期间，英国对各个殖民地的统治基本不会去改变当地的原有的传统，而往往是与当地原来的统治者合作，把当地的法律传统整合入英国普通法的体系。对当地的诉讼，在实体法的部分，一般仍会按照当地的法律传统、当地的公序良俗来审理。只是在程序法的部分遵循英国的普通法，这样一来，英国的普通法很快就传遍世界，各殖民地本地的传统习俗得以保留，英国的商人们也能够更好地适应各个殖民地本地的法律和习俗。而大陆法国家的法律则没有那么灵活，大陆法国家的扩张往往会遭遇更多的法律和文化冲突，与之相比，英国的扩张和统治成本就要低得多。2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接替了英国世界霸主的地位，其背后也是遵循类似的逻辑。美国只维护基本规则和程序正义，其实只是提供了一个在一个基本的大秩序下各国博弈的平台。在英美法系的理念下，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能充分接受各种力量的反馈，其维护世界秩序的成本要远远低于一个成文法国家去建立和维护一个世界通行的成文法体系的成本。这也许就是几百年来一直是英美法系的国家主导全球秩序、称霸全球的一个深层原因。好，今天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